你知道男生被剃了头之后就很像是那个狮子被拔掉全部的鬃毛，对，就是你现在这个造型很难想象你以前那个头剃掉的那个样子。头剃掉的样子，我这里有一张，完全不一样，这不是你吧？这个我在路巨上乖的，我在路上看到你，我想打你。那纠结你新训的时候，我新训是在那个嘉义中科，但我们那个连队就刚好是比较地狱的连，就是可能比如说刺枪术就是叫你这样子，然后不要动，然后就一直盯你啊，刺枪术啊！为什么你海陆也刺枪术？对，我突然想到，我们那一连的士官长，一个原住民，他非常在意刺枪术哦，跟我们那连一样，也是原住民班长，超级在意刺枪术。不好意思，两位，我的士官长也是原住民，非常热爱刺枪术。到底为什么？嗨，大家好，欢迎收看《男人中的男人，男子汉中的男子汉》超认真少年。这一集是当兵特辑，我们掌声欢迎第一位特别来宾。嘿，大家好，我是烟幕兵啾溜鞋。下一位特别来宾，海军陆战队健保。我是陆军政战兵，超认真。这集特别了，我发现现在在网络上你要找到当过兵的男子汉真的不太多，好像越来越少，是不是？有些人是你没想过，你当过兵，像之前志奇的时候，我想原来你当过兵。然后另一个让我很震撼的是钟子通，钟子通你竟然要当兵，可以当兵哦，你竟然可以当兵哦。他说他成绩很瘦。我们从上次拍完之后，然后再加上我们中间有几集就是拍一个小短片嘛，然后就有折棉被，下面就很多人在呛我们，就说我们海军陆战队折什么棉被？海军陆战队你啊，我们怎么折棉被吗？你们没有棉被吧？我们有棉被，但你们好像不用特别折很细。要啦，也是要吗？一定要。他跟我讲的一副好像海军陆战队就装备就只有短裤，没有别的。谁？网友。所以我今天特别提到海军陆战队健保，挂号4个月啊，4个月。他什么？对哦，他是那个。对，我是第一批4个月的。什么？我是接近快要最后一梯的1年的。我是当1年啊。你现在几岁？我今年要满30。他是黄金交叉期的那个人，对，就是因为黄金10年。如果你现在是30出头岁到20几岁之间的话，你是当4个月哦。对啊，就是切在82年底。那我是82年10月生的，所以我是赶上最后一波。你是最后一波？你是最后一个1年的？没有到真的最后一梯啊，但是我后面大概就20梯。我是2两动5，然后后面有2两25的，然后后面几乎我就没有再看过新的兵了。因为我也是当1年的兵，然后之后那个时候开始听说之后听说4个月，对，要4个月。那你当4个月的时候，不就是有很多你明明他是你学长，有，他先退伍。我那营区超多，就是他后来有一些，我不知道你们好像是分2个月、2个月，对不对？对。然后后面2个月其实会去部队，但是不是真的下部队分发那一种，他们就是在部队里面，但他们是独立的。然后你就眼睁睁看着那一群人比你晚进来，但是你知道他们会比你早走，就是最不爽的就在这里。但我有个疑问，4个月的兵他也是新训，一样要新训2个月，然后我们不能叫下部队，我们就是分发出去了。对，去做就没有下部队了。对，那你新训也是1个月吧？我新训是1个月，然后后面就是总共11个月嘛，因为有折抵掉。什么叫下部队？差别是什么？下部队就是说你会全部打散，比如说你是一个新训的连队好了，所有人都要抽签，然后去抽说你是什么什么兵。等一下再来聊抽签啊，抽签有些很白痴的事情。我觉得如果就是让那个当过兵的男性朋友就是把记忆分割的话，第一个切割点就是在新训。新训是一个很明确的切分点，就是他新训就是说把你从死老百姓变成一个能够使用枪支，然后或者是能够了解军事单位的系统的一个重要，对，由民转兵，脑袋转换过来的一个过程，让你服从。绝对服从。然后到了新训完了之后，然后才会正式依照你的专长，对，就是你因为每个人在民间的时候，你有不同的专长，那依照你的不同专长，然后分发到不同的部队跟单位。对，理论上应该都是要这样子。理论上是这样子，但实际上有时候差很多。差不多，你的专长是什么？像你是化学兵，化学兵里面的烟幕兵。化学兵有分2种，一种是征消，另外一种叫烟幕。征消是真的蛮超的，而且如果是像有一些比如说重大灾情，或者是像之前那个新冠肺炎的时候，不是那时候都要消毒干嘛的嘛？或者有时候可能登革热爆发的时候，他们就要去扛那个消毒机在那边喷。征消就是消毒的消，还是蒸汽消毒？它很多，它什么化生放核，反正就是说，可能打仗的话，化学武器嘛，生物武器，然后可能
放射性的东西，对，然后核灾的时候，如果真的有的话，他们真的要上去的那一种，是需要对穿防护服，需要有防护。他们还有那种就是很大的淋浴车，就是帮你把身上那些可能假设是化学武器或者是核放射的东西，辐射层全部洗掉，有这种，那我们就是烟幕兵，这另外一个极端，就顾名思义就是去喷烟的。就去放烟，比如说这边要作战了，然后长官就抠门过去，然后我们就开那个发烟车，就是一台大卡车，后面有一台那个涡轮发烟机，对，然后就开过去，然后是用那个载具的车子这个是平地的话，如果说是比如说山地或是城镇的话，可能要扛那个发烟机。就一台可能70-80公斤吧，两个人扛过去，砰砰砰砰放下来，然后补油，拿开，砰砰砰发烟，然后就跑走了。为什么要烟幕？就是掩护自己的，掩护敌军啊，掩护敌军，掩护我军，掩护我军。对，就是或者是把那个敌军放毒气给他那个。现在打仗我们好像没有放到毒气啊，但是我们就是放烟幕这样。现在是不是有规定说打仗不能放毒气？就是可能有一一些。什么联合国之类的条款，什么条款，战争的规范，不能用什么沙林毒气，然后不能用什么之类的这样。但我们是蛮单纯，就是油做的那个烟幕啦。但是那是因为是你民间专长是放烟吗？根本不是，但是我是化学系啊，所以可能不知道当初可能新训分发不是有分小选跟抽签嘛，大抽啊。小选我那时候其实原本想要去那个莒光园地的那个单位，刚好有开缺啊，我去填就没有上。你们知道莒光园地是什么？莒光园地海陆也是看莒光园地。对啊，这是最欢乐的时光。每个礼拜四下午最欢乐的时光。我跟你讲，到现在基本上大家还记得那个歌，就叮天立地，对，上超正，房夜喊啊。对，我就知道，为什么你还记得？对，反正那时候有想要选那个，结果没选上，就要跟大家一起去大抽。然后抽签的时候呢，就是他不是都会先抽顺序签，对，顺序签抽完之后才抽真正的你要去哪个单位的签。然后我们那一组他会分组嘛，一组8个人，对，然后我就抽那个顺序签。结果我是第8个，就等于我的命运是交给前面7个人，前面7个人，对，没得选了，很惨。最后一个，基本上当兵的男人会经历过2次的抽签，一次就是抽你的军种，就是你到底是抽空军、陆军、海军还是海军陆战队，对。然后第2个抽签就是刚刚啾姐讲的，就是抽你的单位、抽你的部队、抽你接下来的那几个月你要在哪边过。对，然后那时候抽的时候，前面6个都抽完了，剩下我跟前面那一位，就2个签，一个是金门野战炮兵。对，就最前线的、最糙的那种。另外一个就是烟幕兵，那一看就知道哪个比较凉嘛。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心想说，不行，一定要拜托前面的把金门野战炮兵抽走。金马奖，结果他真的就把他抽走。然后我上去的时候，这整个非常的轻松快意的走上去，然后把我的钱拿起来。你们当时大家抽到金马奖的时候，大家会讲这样子吗？其实还好，因为其实也有人说，其实像金马奖，可能长官不会很常去嘛。不会常去，比较稍微松一点。军中无大将，对，有这种传闻啊，但是也不知道，因为我也没去过的。算是有，我就是小岛的小岛，所以你是在哪里？东引还是什么？我在湖景。就是湖景到了澎湖之后，你要搭小船，小船很像是海陆要登岛一样，就咚，然后要上去那个岛，然后你要跳到那个岛上，然后东西的物资你要用丢的，就是一路丢上去这样子。我那时候也是大抽到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因为通常我们在新训的时候看到海军陆战队的人，我们都跟他敬礼，都会觉得好像特别辛苦的感觉。对，我在成功一开始第1个单位成功连，然后成功连的那个长官就说：“你看到海陆都要跟他敬礼。”然后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们很可怜。”但我觉得海陆是真的蛮超的真的吗？我真的觉得蛮超的。是因为你当4个月超，还是所有当海军陆战队的人想起那个都是很开心的人，还是说想起海军那生活的人，然后都是那个都是超的那个字？我新训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不断的操练啊，而且我是第4梯，4个月的第4梯。对，当时你抽是你爸抽的？我抽的，你自己抽的？我是我爸抽的。你自己有，因为我的陆军也是我爸抽的。我们都是没有去抽，在学校对，所以你是自己跑去抽？对啊，就大雅区那时候只有2支海陆。这么猛！多少人抽？100有吧？应该都100多个，差不多。100多个，就区公所里面。那时候抽起来全场欢呼海军陆战队黄宝亮。但是海军陆战队进去的新训，你可以跟大家形容一下吗？有什么不太一样的？我在屏东龙泉新训，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们是第1批的4个月。
哦，对，你说那个单位第一批的4个月，对，所以我们的那个指挥官对超级毒拦我们。如果我是学长，我已经在那边新训1个月了，现在进来的那一个人，他在4个月就要退伍了，对，我不超死你，谁也不超你。所以我们那时候进去的时候，就是整个营区里面大家的眼中钉吧，一定的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操练，我觉得有比较严格一点。因为是10年前呢。我很早就当，我18岁就当兵了。我是高职一毕业之后，我就没打算升学。哦，所以你那个时候又是年纪比较小的兵。对18岁的兵，这个就是最容易被电的那种。对，最容易被电，超级好电，就又菜又年轻，然后又4个月。对，他也要想，就是说我们进去不升学的这一群人，其实大部分都不太乖，不太说真的是这样。然后里面好像他还会说什么有前科的要站起来啊，对啊，当面叫你站起来这样。对，我们那个时候站起来的人，我觉得差不多有2/10，哦，5/10，5个就有1个，差不多。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这群人就很难管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操练就比较硬一点。但是你知道我们以前在军中遇到有前科最烦的是什么吗？是什么？偷窃的。习哦，惯就是因为你说那种可能真的有的人会惯窃那种，就是很惯窃，就是我们那时候我们也遇到啊，就是什么东西都给你偷一下，鞋子给你偷一下，袜子也给你偷一下，内裤也给你偷一下啊，偷一下不知道偷什么意思的。对啊，然后你就要全连集合翻过来找。啊，大地震。对那你如果是有一些可能是伤害的啦，什么恐吓的啦，还有一种很烦毒品，还有那个泛香蕉的，泛香蕉是什么？泛香蕉强奸的有这种的可以去哦。有那个有2-3个，那个是地位最低的，那个地位最低那个整天在里面被打被欺负，就是没有人会想要救他，因为大家在里面就很闷了，就怕女朋友外面被人家这样。所以从新训的时候就是新训的时候就蛮超的。我们那时候跑3000还是早3000晚3000，对，然后我们跑完如果落队就是100个伏地挺身，100个哦，那如果做不完呢？做不完就是做，就是你就是把它做完。海陆的一个连上有人会有比较少吗？还是你们一个连有100个人吗？133，我们到退伍都是一群人，都是一大坨了嘛，我记得他们没有拆开过，打散很细那种。你们里面会有开始这种学长学弟的传统，或者是说退伍的时候你一定要怎么样？我们没有学长，我记得4个月的从来不会接触到学长，他们就是都是一坨，他本身就是学长。他从入伍的那天他就准备3个月要退伍就要走了。但你当兵的时候这样不会很乱吗？就是一下有人说，因为你是当4个月要退伍，对，然后你会遇到1年的学长，对，到底是你是学长还是他是学长？如果以数字来说，我好像是学长为什么？不是都会有一些老兵说你归退？对啊，就是一踢退3步。你在拿什么东西？我在拿我的这个。我靠，这个好怀念哦！看这个，给大家看一下，臭味都出来了。陆战军事训练第4梯。各位，我跟你讲，这个最屌的就是谁第一个找到健保。真的我跟你讲，如果是我当年看我当年照片，我可能也找不出来我自己在哪里。这个时候这张是要买是不是？还是要买？一张这好像200块啊！而且你们是比战力强，你们居然是比这个是什么姿势？不知道不是都要这样吗？不是都战力强吗？好，我发现一个了，我找到了，但我不确定那个对不对，我觉得那个眼神有像健保。你刚刚看到这个吗？不是，哪一个？来，我比我看到的，你是这个，我是这个。结果都不是，都不对。当兵真的很难认大家都光头的时候，好认真哦。太难了吧？所以你以前都戴眼镜？你不要告诉我你坐在下面，你知道吗？而且我那时候跟现在的体重差20公斤。你现在几公斤？你现在应该才60吧？我现在74。怎么可能？你跟我一样重。你那时候50几公斤？我那时候大概54。为了那个荣誉价，我当兵也是跑马拉松。没有错。我找到了，对，就在这里。我一眼就看出那个，你看了好几眼吧，超级难认。没有，我第一次太有自信。但是你观众，你看看这2个人是不是长得非常像？那我问一下哦，如果你回想起来，你之前有跟那个酷他们有拍梁山，他跟你真正在当海陆的时候，2个比较起来，我觉得梁山如果是10分的话，我当初在海陆的时候大概是9分。有这么硬哦，很硬我觉得蛮硬的，因为我们那时候基本上大家都是那种逞凶斗恶的那种，8+9嘛，就小朋友8+9，基本上我们每一个人操完有过半数的人都在哭，哇，会操到哭的那种，是所有人都在哭，会操到哭，我蛮能感受的，蛮嗨的，操到吐。
的人一大堆，就我们每天都一定看得到人家在吐，他吐完了之后继续。吐完就是被干而已啊！你还有30个没做，赶快吐啊！就是等他吐完，那其他人继续抄，就是要等他吐完归队啊，就是会让那个人不做嘛。哦，连做法，那他会轮流吐一下，就说哎干嘛累，快不行，你先吐，改成吃催吐剂这样子。我们那时候地位又最低，所以就是你们那真是低到不能再低，我们低到不能再低，就是最贱的那种。伙食有差吗？就是海陆的超级烂呢，真的。海陆的餐，我们所有人都海陆大餐，我们大家都叫它大肉啦，就是一个很柴的鸡胸肉。然后我们所有人真的会吃、会抢、会吵架的，就是卤汁。交饭就可以。你说为什么你可以用2匙卤汁？差不多。对，真的哦。对，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我们伙食不太好了。那就姐你新训的时候伙食是好的吗？我新训是在那个嘉义中坑，我觉得还可以啊。中坑蛮特别，它有分那个金南跟金北。对，那大家都会因为长官基本上都在金北，所以一般来讲金北会比较精实一点，金南就是稍微比较松一点这样子。真的。对，但我们那个连队就刚好是比较地狱的连，所以其实也没有比金北轻松多少了。那我觉得伙食还算一般般啦，就还可以。你说地狱的连是什么意思？就是通常一个营不是4个连嘛？对，然后通常都会有一个是比较糙的。是因为有比较疯狂的连长还是副连长之类的？通常是连长或者是就直接带队的班长，他可能就是比较疯，他就是要操你这样的。就没有到你们那么夸张啊，就是还算是合理啊，没有让大家会跑到吐，或者是让大家没有到吐，就是可能比如说刺枪术，就是叫你这样子，然后不要动，然后就一直盯你这样。刺枪术啊？为什么？因为海陆也刺枪术。对，我突然想到，刚刚有说最超的连，我是第4连，我们那时候的第1连、第2连是空军。你们会混在一起。然后第3连是空军混海陆，然后第4连是纯海陆。真的，空军混海陆，那他空军也会被超到吐吗？也是跟着一起，就是混的那一个会比纯的还要超一点，但纯的空军还好，没有那么超。空军很开心，我目前听到所有朋友好像空军都好像还不错，都好像蛮开心的，伙食又好，对，经费多，经费多，伙食好，然后那个里面都藏了很多零食这样子。所以想到我们那时候是纯海陆，然后又讲到刺枪术，我们那1连的士官长，一个原住民。他非常在意刺枪术跟我们那连一样，也是原住民班长，超级在意刺枪术。不好意思，2位，我的士官长也是原住民，非常热爱刺枪术。到底为什么？到底为什么新训班长就是哇？他是多热爱的程度？就是我们会有那个南营北营的那个刺枪术比赛，对，就趟结训都会有。除了第1之外，什么都不能拿。所以我们那时候除了第1，班长也是。你们同个班长是不是？我们又很皮。然后那时候士官长一归队，他那时候我忘记去哪，反正他一归队之后，我们就有1个礼拜很狂哦，我真的是永远都记得那1个礼拜，从早上8点到晚上9点，只有基本刺枪动作。哇！我们一天刺了几千下一样的事情，然后从8点到9点呢，是13个小时哎，真的哦。我们除了吃饭、洗碗、洗澡以外，时间都在刺枪哎。真的是蛮硬的，他真的很开心，因为我每以为讲到刺枪术，我已经快封顶的那种。我被抓到那个全部队示范刺枪，就是我是被选到，就是你们那个几个这样子哦，真的。然后那个时候我们那个训练我们刺枪术的那个士官长，我觉得他对这个真的是有人生的热情跟热爱，全部投入在刺枪术里面。他说：“你那个坚毅的刺枪嘞。”坚定的感觉呢，你要把枪都刺穿别人的心脏啊！对，一定要讲这句话。对，你要穿别人的心脏。对，然后你要把那个，你知道枪托是那个枪后面的那个地方哦。他说：“我要你刺到连枪托都可以把枪这样刺穿过去。”你该整支枪塞过去，然后塞进去，然后你那个真的会刺到，就是人会着魔，你知道吗？你很像是你已经把那个你都能够刺到那个速度，连空气感都有阻力。说不定我们可以办个 YouTube 界的刺枪比赛，真的哎，看那个很嗨哎，气刀体一致，我可以参加。那我们要超烂，那我们要怎么样鉴定谁的刺枪是比较强？找那个原住民班长过来，找个原住民班长过来就好，直接开放应征，有没有？后来有第1名吗？有啊，第1名。我们也是第1名哎，我们也是第1名。我已经有点忘了，我们应该是因为我们已经被选到当示范的，所以我们要在整个
好几个部队里前面就是要有点像表演，然后表演完了之后会有几颗炮、几个星星的人，然后要来看我们在那边刺这样子，其实蛮坑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觉得刺枪术虽然大家说很好笑，但其实真的会刺的，刺起来超帅。对对，真的会刺的，真的帅，真的会刺的。其实真的你会有那个会有风切身的，就是真的像那个动漫一样哎。我完全不知道刺枪术，完全 get 不到那个，就是那个你要展示。没有，你当兵那个很坑，会这样会这样杀，但是你那个真的会刺，会这样，它是会有一个，真的像武术的感觉，利落感。认真在跑在前面，然后要这样插。就是枪管前面会有一个刺枪，就是刀子。我跟你讲，这个时候没有你要进到那个，你们也是一样监测嘛，也是最后要那个匍匐前进，然后冲泥土那个。它的最后一站就是近距离的肉搏战。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就需要刺枪术了。因为它所谓的建设就是我们从一般的老百姓变成阿兵哥的时候你要会用枪嘛，会用枪的时候，他前面就会教你，就是有很多的什么，比如说拔草侧风向，对，口诀全部一句句，左七敌右七敌，临兵起火力掩护我，就是火力掩护你。但是它里面的很多口诀其实听起来很瞎，但是它其实当然是真的在战争的时候，它要让你存活下来，所以它里面会有什么七敌嘛，就会把你的钢盔脱下来，左七敌。右七敌真的是这样，就左七敌右七敌，所以你要在壕沟里面把你的那个钢盔拿上去。他怕你突然人站起来的时候，你的头就直接被打爆，所以就是七敌就是要把你钢盔假装就是骗子弹，骗一下看有没有真的有没有人在瞄准你这样子。那他到最后一战的时候，就是因为你子弹都用完了。然后你已经要去占领那个阵地了，所以就是你最后会用到刺枪术，所以他的最后一关，我有点忘记他的真正的名词叫什么了，但是就是最后你就全部上去刺啊杀，然后要砍他，然后什么，因为那个人已经，对，那个人你看男生当兵已经当到这样，就是你只要提起那 keyword， 大家就会正式启动那个模式。我还想说，我今天10年前我还想得起来吗？我跟你讲，等一下那个 PTSD 马上就会开始，一定会开始慢慢出现。那海陆的单位有什么特别的吗？我有看过那个国家地理频道有拍过那个蛙人吗？那个也是自己自愿我要被进去。他蛙人是不是有点像是？基本上都是自愿的，所以有时候会有一些班长啊，或者是排长、连长，他们会突然就去训练了，他们就去报那个蛙人啊，会被退训？会被退训，可能真的会。那4个月可以去当蛙人吗？可以，也可以，也可以。那个时候也有说要不要报名，但没有人会去报名啊。训练完好像就要1-2个月，对不对？所以你好像训练完，你拿了蛙人徽章，你也退伍，没干嘛？退伍啊？我们的要当完4个月好像才能去了，好像不能突然就去。那不就是要签下去了吗？基本上好像是，因为好像蛙人应该都是自愿，应该是都签下去了。大部分我们海陆里面会去蛙人的荣誉薪是一个，但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是那个。当完蛙人，你通过之后，他的薪水会变高蛮多的。对，加级很多。对，我减加级跟什么的。所以其实那时候大部分的班长、排长他们都是要加级啦。我觉得，反正你都已经要花时间在那边，我已经要在那边，你已经是海陆了，那你不如往上一阶。但我觉得我有一个，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就是蛙人退役的。哇，那么强。对，但是我觉得那个除了荣誉薪跟薪水之外，有一些他想要测试说自己的。对于就是自己这个意志力到底多强大，然后他真的就是我们朋友圈的人间凶器，他就是到现在真的都还是已经退伍可能快5年10年有了，但是依然就是保持着一个，然后他身上就刺一个蛙人的徽章，他就是好像人生以这件事情为那个荣耀这样子。但我觉得那个意志力一定有差。我上次去参加那个酷的梦的蛙人完之后，我跟酷有聊过，我们就是说我们去参加完之后，大概有3个月，我们的意志力都是很坚强的。3个月后呢？3个月后会松懈一点，成为名人的。对，但是那个参加完之后，我去重训，可能50公斤只能做10下，我会去做70公斤10下。就是去强迫自己突破自己这样，盯自己，那个自律感会不会太一样？会不太一样，所以我还蛮想再去参加这种活动。所以还想再当兵一次，是不是？那个连长把那个随时留音表，随时可以。你现在还是可以随时录我留音表。突然想到，我从来没有被教召过。是吗？真的吗？我10年没被教召过。国防部长官们，你看到这支影片了吗？不要看这支。他本名都查得到，快点。长官，你是不是遗漏到这个人？但是你讲到遗漏这个人，我要跟你们讲一件蛮鏘的事情。你知道我当兵当到被忘记啊？就是我大概当兵当到被忘记2次。你知道不是像你们抽完小选我选到我是外岛的野战，然后我就抽起来。然后我们在外岛野战的时候，你要换单位。
所有被到外岛的人，就是你们这些就是可怜虫们，我们会被集中到一个高雄的叫前运队就是集中到一个大家要一起搭船。要出去的那个地方，然后在那个地方听说就是逃兵率啊，什么就是自杀几率啊，就是会特别高，因为你要被送到外岛了，有些人就开始忧郁，有些女朋友就兵变嘛，有些人就我抽到外岛2个礼拜，女朋友就跑掉了，那个外岛的那个失恋率极高，极高，因为你外岛通常不会常常每个礼拜回来嘛，好几个月才回来一次，好几个月回来一次，然后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前运队，通常1个礼拜你就会离开了，就是你在那个要被送去外岛的单位，顶多在那边会放一次的假，就回来，然后就去外岛。我在那边待了1个礼拜、2个礼拜、3个礼拜。他说：“为什么人都一直去别的地方？为什么没有人来领我呢？为什么没有人来领我？”然后当到第4个礼拜，然后连那个队长就会发现，就说：“为什么你藏在这里？你怎么还？”然后他就帮我查，说：“你不是应该要去那个了吗？就是我在澎湖当兵，你不是应该要上澎湖了吗？”然后我就要不然你下礼拜跟着那个船一起过去吧。然后我就过去。我送过去了之后，我们是某连嘛，然后之后送去前，你要被送到一个集中的还没分配营，也是有点类似前运队的地方，就是那个营区里面的一个小的前运队。在你分发到这个澎湖小岛的其他地方单位前，有一个总部的概念啊，你要先分到总部。到总部的时候，通常也是1-2个礼拜，那个人就会被送到分发下去了。我在那边待了2-3个礼拜，过了1个月，然后里面那个营部以后也是长官嘛，然后就上面就看，他们就开始搭船，他们以为我是志愿役，就因为正常来说，菜鸟在那边1个礼拜、2个礼拜你就会离开了，然后突然我就在一个寝室里面，然后开始住了很久，开始住到几个月了，然后地府灵的感觉。对，然后他就说，那个人是什么单位？然后因为也没有人来领我，我就问里面的那个营部连的，就说，我是不是应该要被分到我看我的单位条好像是一个外面的小岛嘛，为什么都没有人来领我？他说，我有空再帮你查一查，然后查一查之后，那个长官就被调单位了。然后查到之后，我真的要下部队的时候，已经过了好几个月了，已经过了几个月了。然后到部队的时候，我一下部队到我的那个真正的部队的那个时候，那个人叫人参嘛。人事的那个人看到我就说：“你去哪里了？”你哪去哪里？我们大找你找得好辛苦。就我跟我另外一梯的，我们2个人，就我们2个兄弟党，然后就是我们就在外面漂流了，就是一个幽灵人口，然后一直在不同的单位里面。他说：“你们是不是应该被送走了？”他说：“那你们为什么会在里面？”然后所以大家就对我们就是一个充满问号的两个角色，然后我们每次被列队的时候，我们都2个人自己站在2边，自己站在2个地方，不算在那个班里面。对，然后大家都会一直以为我们是志愿役。到下部队的时候，因为我们之前被累积的那个假实在太多了。然后累积的假很多，然后在这外岛我们又要刚好遇到移访嘛，要下部队嘛，然后就是他们就有一些奇怪的规定，说你要赶快把你的假放完。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跟我连长说，连长5月初是我的生日啊，我能不能回台湾过个生日这样子？然后连长说可以啊，然后就看你这个假很多，你要赶快放一放，不然到时候下基地没办法放。我就跟他说，那连长我问你啊，那个5月底的时候，我爸爸刚好要出国能不能就是我那个时候我也放假，然后他就说那你不就是回去1个礼拜，你又要再回去放假一次？我说对啊，他说那就很麻烦了，要不然你干脆放过去不要回来算了。他说我连长讲的，我还记得我连长讲那句话。你放多久？我说可以啊，你敢让我放我就放啊。他说你敢放我就让你放啊。我们2个就然后就说来放啊，然后因为当时我跟连长关系非常好这样子，我从哇。我不知道这能不能不，就是你帮我评估一下。其实应该是不合规定吧，但是因为黑假吧，但没有我没黑假，我到最后我的假都还是多的，都还是多的。然后我后面还加上，反正我后面下基地还放了很多荣誉假。回到部队那个单位的时候，然后我胡子已经超长，然后头发很长，然后所有的长官连长看到我说：“嘿。”你怎么来了？你怎么可以进来？我说怎么了？他说你不退伍了吗？没有，我还要几个月。他说一个幽灵人口的状态。我们以为你退伍了，然后后面就还有那个学弟就看到我们，然后就说：“学长，你不退伍了吗？”我说：“干，为什么每个人都这样讲？”他说：“因为我们把你的内务柜都清掉了。”我说：“干，他说我不要回去了。”他说：“我的那个军靴什么时候全部都被清掉了？”他说：“我们都以为你退伍了。”你当初如果不回去，搞不好到现在都不会发现。不行啊，那逃兵啊，逃兵啊。那这样子，你在那些就是集中部队的时候，那你都在干嘛？看小说啊。但是我觉得真的不同的单位不一样，真的像健保他们讲一样，海陆我觉得说不定，当你跟一群
很热爱操练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连放假、你连休息的时候，大家都在比谁俯卧撑可以做比较多，会有一个良性比较的状态。没有，大家会开始疯狂着魔，会比说干你能不能单手做俯卧撑，他说我可以啊，然后就开始在那边单手做。一群男生在一起就是会比这种事情。对，然后下一个起来说你可不可以倒立做俯卧撑？干可以啊，他说倒立俯卧撑，你能不能做20下？可以啊，然后就大家会开始就慢慢跟他说我还可以做100下，就会有几个就是热衷于就是训练的男，他说你能不能6秒戴什么防毒面罩？对，你们也戴嘛？对，就是然后他说那算什么？我4秒就可以戴，就是连这都要比，就是大家可以在那边比。我但是那时候我有一个听说是，好像我们陆军吃饭就是要做什么1/3板凳嘛，然后要怎样？海陆吃饭的人听说要2眼对视，然后要互瞪啊？有吗？我这边没有，你这边没有，但是1/3板凳有。我们其实后来就没有这么要求1/3板凳。你说下部队之后嘛，下部队之后大家都开始脚开始踹起来这样子，随便。我们新训的时候是被大家管最，新训是真的很严格，因为他怕你下去了之后军纪涣散嘛。然后那个时候我的朋友跟我，他当海陆的，他一直跟我说，他们每一餐吃饭的时候，然后要2个人眼睛对视，这样互瞪，这样子要说什么？增强意志。哦，我不知道，说不定网友，如果你有的话，你告诉我是不是我朋友唬烂我的？所以你没有，我没有。但就是要很安静吃饭，然后坐很挺，端好了，然后掉筷子就全部人都别吃。我觉得算蛮严格的那时候。会，连我们掉筷子都是全部都要站起来这样。对啊，全部重新站起来，就先别吃了。所以通常就是，其实当兵有个大概念，就是当所有人集合在一起的时候，你要很谨慎。对，就是会有分台面上跟台面，对，台面上跟台面下没错，就是台面上就是当有长官有什么一个连全部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就是要专注，然后要矜持感。对，然后有时候班长也会说，就是大家集合的时候，可能我要出来电你啊，你就忍耐一下。对，有时候班长私下会这样跟你讲。我私下跟你讲说，我刚刚就是要长官，我如果不电你的话，你会更惨。就是刚刚是台面上，就是不要太在意这样。啊，对，也会讲。有这样吗？有，就是你下部队跟班长混比较久之后，因为你们4个月可能比较没有啦，但是真的下部队之后，其实班长会私下会有一些交流这样。他们海陆是就是台面上电你，然后台面下说你以为啊，病掉啊，干什么？睡觉没事啦。但是我们通常回到寝室或者是回到就是比较自由的时间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就会开始打屁，就是聊自己的过去，然后聊说，你出去之后要干嘛？你出去之后要干嘛？然后还有倒数几天这样。但我刚刚听到有一个 bug， 为什么你会知道说谁是犯什么罪？因为通常那个不就是我们政战自己才知道，而通常我们不太会跟人家讲。好像政战那边我们会有几个同梯的人会去当小帮手。小帮手是什么？写资料干嘛的啊？你一个人写不完啊，你一个人写可能要写1个礼拜，所以你就会去跟连长说，帮我找几个连上的人，来帮我们写。小帮手啊，对，我就会外流了，就可能多少会了。所以你的那些曾经犯罪过前科的弟兄们，他们的资料都是被那个小帮手。我觉得有一半一半小帮手，然后另外一半是其实男生嘛，然后又年轻又很屁，我杀人未遂过有的人会自己讲太多人自己讲了。有些人会自己说那如果讲出来说我杀人过，然后结果他根本没杀过人，好像没必要胡乱这个吧？因为我当兵的时候，我下部队之后，我隔壁那个学长就自愿意的，他就是杀人未遂的，就每天睡在我旁边这样子。可是他看起来就是蛮正常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有那个前科。然后他特别厉害专长就是他超级会割草，他是割草机达人，而且他还会修他不是只会割，他还会修。没有，他之前就是因为他想这件事情想很久了，就是因为你到时候铲嘛，你知道如果有草的话，就是长太密不好铲，所以他就会先把草打一打，打好之后那个草烂掉之后，你以后要挖。你们同梯的犯罪的人多吗？会像我们就像你前面讲的说，会有那种月份的差别。对，就是你几月进来的，就以前都要大专兵嘛，大专兵、大学兵，就是你基本上都是大学毕业的那个时段就会进来，然后中间会有一些空档的几个月份是就是高中生毕业就进来当兵的。对，国小毕业、高中毕业，然后就进来当兵。那些的几率会高了一点。其实真的高蛮多的，就是我那时候下部队也有其他也是可能4个月的，就不同月份的进来，就很明显感受到你走过去那个气场就完全不一样。我有接过一梯，是因为那时候我是政战兵，他们来的时候我要帮他们心理建设嘛，要心理辅导。然后我有接过一梯是10个人里面9个有前科，就是那你有没有想过没有前科的那个人这段时间过得多惨？
每天都在发抖。他就跟着那10个人从前运队从那个小部队分发到那个连部，然后全部人都有前科，只有他一个是正常的兵。讲到这个，我觉得我人生观啊，在当兵那一段时间，也是因为第一次跟这么多前科的人相处，我的人生的那个正义感跟三观有在改变。对，为什么是变歪还是变正？还是变得比较宽，可能小时候教的那个三观大概就是一套的。对，就是他们会有其他的那个观念，我都是在当兵的时候我才听到说，哇，还有这样子，就是你从来没有想过的这种观念。他们在部队中是会跟大家分享说，我以前犯罪的时候是怎么样做什么之类的。会还是会哦，会，而且基本上都在讲这个。我觉得我算是里面偏乖学生的哦。如果你在 YouTube 界是疯子，但是你在那个里面还是很乖的，正常，真的很乖。那时候很乖，真的很乖。然后进去的时候，我觉得偏被霸凌，因为你没有前科，因为我不够凶，我太正义了。对他们来讲有点白痴正义。但是以前我们那时候会有几筐人，就是会比如说比较走偏门的人会混在一圈啊，对，然后比较正常的人我们会走一圈，然后或者是比较热爱训练的人，他们会每天就是固定会走一圈。化学兵有特别的学长学弟吗？我们那个连还好，因为大多数因为我们那时候义务役还算很多啦，我们那个连队在几年前算是纯义务役连队。后来才慢慢有一些志愿役的进来，所以基本上义务役大家都会心知肚明，就是大家都是被逼进来的嘛，所以也不会太苦相逼啊。真的、哦？对，就是会觉得说啊，反正你也就只是早进来1-2个月、2-3个月，基本上都还好。我到我们那个单位的时候，我们进去的时候有个广场，然后里面有个标语，我到现在还记得“同岛一命，十里求生”。但是我原本以为在那个上面的那个学长学弟会击中，但当然我曾经有一集有分享过，有遇到有一些摆烂的白目的班长或什么的，但大部分的学长都偏好的居多。就像你讲的说，我们只是来就1年，就大家都是被逼进来的。对。然后我第一次站夜哨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我们就听说外岛的学长学弟很重嘛。我第一次站夜哨是凌晨2点，然后那时候你就要全身装备嘛，要拿那个步枪，因为我们在野战单位要实弹要什么的。我就从那个小夜路一路走，我们那个夜路走到哨点要1点多公里。晚上都没有灯，那就你要手电筒这样。然后而且澎湖的晚上外岛会起大雾，那个起大雾是雾到你几乎伸手不见五指的那种。我跟你这个距离看得到，会知道有人，但是不太能够清楚看到你的脸主要是谁这样。第一次站夜哨的时候，然后对面就有一个学长，他就拿一个灯就照你的脸，然后说那个新来的报告室学长，枪放下来。我说不行吧学长，然后他就说告诉你枪放下来，赶快脱掉。然后他就说来过来学弟，我告诉你啊。这个夜哨很冷啊，要不要喝点阿 B 啊？第二天晚上站夜哨的时候，也是凌晨3点，那天没有雾，然后站到夜哨的时候，学长一样就很清楚看到你的时候，他知道你是最菜的新来的。他说哦，前天来的嘛，来过来，枪放下。我刚为什么没有要枪放下？来枪放下。然后学弟，我告诉你哦，那个是北斗七星。他整个晚上坐在那边叫看星星，他们就会很糗，就是。但是你如果遇到比较疯的那种人，站哨的时候有点动，然后说动什么动？你干什么东西？就是你完全是一个人能够控制那个整个晚上到底是过得开心还是过得悲惨，就是看你遇到跟你在一起的那个学长是谁这样。对，完全就是两面情，就同个单位，但是一到小地方的时候，你就是完全不同的世界。那你们有需要站哨吗？要啊。你们是一开始就有站，还是说是海陆站哨也是穿红色小内裤吗？没有红色小内裤，没有在穿那个站哨的吗？海陆我一直以为他们全部都只有穿红色小内裤，每天都没有，我们是全副武装啊，就 S 腰带啊、枪啊，全部都站好。我们那边好像只有站大门的时候会有，其他时间有时候就是警棍而已。那你们以前的帽子里面有换塑胶的吗？有换比较轻的吗？就是会换那比较挺的，比较不会被掉。没有啊，什么塑胶？你们都不知道有很多就是轻装备吗？就是它看起来是全副武装，但是它全部都被轻量化。还有人用胶盔嘞。对，就是钢盔，但它的盔是塑胶的，然后它外面套那个迷彩套，对，套上去，看起来就完全一样。可是我们不行，我们那时候所有的东西都一定要在营站买啊，如果你被抓到，你就完蛋啊！真的哦，他会觉得你训练不精实。我们那个时候连那个 S 腰带跟水壶啊，都有轻量化水壶，因为一开始是钢水壶，后来大家都会偷换那个绿色的那个塑胶水壶。干什么东西？退伍太久了，忘记怎么喝水了是不是？取出水壶，打开瓶盖，6茶喝水，300cc喝水。看到没有？士官长用的水壶就是不一样。
上盖内的圆弧设计，内坎弹簧上盖拨片设计，它让上盖变得更好用了。而且这个一杯的容量770cc，你各位啊，你知道为什么喝水吗？为什么当兵还要教你喝水？因为你喝水就没事，你如果不喝水，你就会出事。如果你各位啊每天没有固定时间喝水，你就容易脱水，你会容易泌尿道感染，而且你那个小弟弟结石风险会上升的。但你知道一天要喝多少水吗？士官长告诉你，用你的体重去乘以30到40ml，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啊，各位啊，70公斤，70公斤乘以30等于多少嘞？2100啊，各位，你还要算呐？啊，如果你喜欢把咖啡、柠檬汁、可乐放到里面一起喝，或者是当兵的时候一边喝一边吃中药，T5稳功3放到里面一起喝，那如果没有味道，那就太棒了。像这个里面打开钛做的，就不会有味道。以前士官长我啊，当兵的时候没有钛的水壶，现在有钛的水壶，加在里面，喝起来就不会有菜味，就不会有味道了。那你各位告诉我，如果用钛的水壶会怎么样？那就太棒了，钛含量99%，99.9帕。我告诉你啊，像我有一个朋友啊，叫阿英。妈，我赢了。阿英当兵当了30年了，30年都可以升到中将了，30年喝水都已经喝了2.2万公升了。你知道升到中将之后10年累积的薪水有多少钱吗？就跟这个水壶上次募资的钱差不多，1700万啊！你各位，啊，阿英卡来啊，妈，哎呀。看不下，我不是阿英，伊才是阿英。喂，阿英啊，我寄予你2025年夏季推出的 NASA 系列太空联名款，啉水袂足，温罐仔内底有派味，拢一定好啊。奶超够靠轻，这拢是靠我去的纯钛浑圆杯，伊嘛有同款出90角包钛做的，会当抵800cc，这敢若有300公克的运动品。只要你是咱 YouTube 的会员频道内底，拢有限时优惠价哦。所以你各位啊，扫视之后，请到我们的资讯栏下面查看，扫视。我那时候连那个折棉被都会用那个纸板，就是塞在里面，然后你只要早上起来的时候，啪啪啪啪啪，然后这全部就硬的。但这我知道，因为好像我们外岛的被子跟我们的外套跟本岛的就不太一样啊，真的吗？你们的外套后面有那个很大一片，很像毛的那个啊，冬天的时候有，你们有吗？外面没有，站大门的时候那个外套有。我们的外套就是那长那个样子，就是不是一般的迷彩外套，我们外面还有2大片毛这样，很像毛棉袄的2圈棉袄的那个，因为他们特别冷嘛。然后我们的棉被好像也特别厚，就是我在台湾睡的棉被跟外岛睡的棉被，就是厚到大概是两倍厚这样子。然后所以因为那个时候你那个湿气跟那个雾会重，所以我们那个棉被都超难折，然后到最后大家就放弃了。对，厚棉被就是大家可能进去挑棉被都会觉得说，哦，我要挑舒服的，要挑厚的，其实厚的是超级难折，大家后来都选那个最薄最硬的。所以你们是睡袋可以挑棉被吗？可以啊，就是下部队的时候会有那个。下部队，他听起来真的就是4个月被大家真的就是一直被荼毒的感觉，好像就是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我4个月里面，因为我们陆战队的军训是永远忠诚。哦，对，就我们就是不要去想，我们就是一直在训练说，我今天叫你做任何事情，你都不用想了，你就去做，你就去做就对了。那个时候他还教我们一个观念，就是我到现在还是超级有记忆的，就是说我们如果真的发生战争，你们是陆战队的，我班长叫你冲，叫你杀。你敢回头，我就把你枪毙！我想说，哇，真的假的？真的，这倒真的，这样，这倒是真的，就是连那个还是我们，因为我们是野战，还是也这样，就是一样。你只要叫你冲，你只要敢回头往反方向跑，你当下就是就地正法，就直接他就可以枪毙你的。那我们倒是很少教这个观念，因为我们烟幕算是比较后勤派的那一段，所以比较还好。你们可能到这么硬，你们烟雾可能就是当我们前面2个部队已经前面尸横遍野死在那边的时候，然后那个尸臭有没有开始消毒，他就可能说真消这样，然后啾啾就开始出来喷，健保，踢一下，把你拉回去好了。但我觉得海陆就死第一批的啊，就敢死队的那个，那真的要很硬所以我们就是超级忠犬。所以4个月就没有下到部队，对不对？没有下到部队，基本上就是听你那一队的班长在。应该不是下基地，我是从梯次吧，屏东龙泉转到高雄左营。但是你们没有到部队之后，没有一个到要下基地的一个玩法。没有下基地，我们有，但我刚好那一梯错过，就是他不是1年下一次，然后1个月这样子嘛。然后我刚好就是在那个空窗期，他们刚部队回来的时候，我下部队，然后他们要去的时候我就退伍。你知道下基地是一个专有名词，
它很像就是迪士尼乐园的主题周。主题周就是大家一起来玩一个假装打仗的那个游戏，就是真的发生战争了。对啊，大规模的主题周你没有体验到对不对？没有体验到，我刚才可惜了，就是我也没去过，哦，你也没去到。对，虽然我这是参山，但是我把那个下基地的资料全部做完之后，他们都送他们走了。然后我就留在原来的部队。那个真的，我觉得当然跟真的战争绝对是天差地远啦。不过你会真的体验到，如果当台湾没有水、没有电、没有任何东西的时候，你要怎么样生存，跟同时能够战斗。所以没有水、没有电脑，那是就是不洗澡，就是野战，然后你要野炊，真的是野战。然后你要也就是对，然后你要移防嘛，就是下移防就是说你要把你的武器啊，然后弹药啊，全部移到一个地方。假设今天我们真的被某个国家侵犯了，那就是我们这3个单位，我们要移到比如说。嘉义的阿里山的哪一个地方开始作为阵地？对，那你就开始把你整个部队的家当全部都真的是全部家当，连你装备车子什么，全部上那个拖板车、火车那种，全部开过去。对，然后到那个地方，比如说你就开始作战了嘛。然后就是那个黄宝亮，你在标定位什么位置，然后架设什么指挥部，然后你就开始架设指挥部，然后要把那个什么弹药啊什么一些。而且不是听说还会有发那个什么阵亡牌嘛？就是说你如果真的阵亡，他给你一个牌子。对，他就是要训练说，假设我们3个，假设纠血突然中弹了，那我们2个就要把它扛到。他就要开始真的让你操演这件事，或者是哪边发生爆炸了，那你现在要反击。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原本只是一般的兵，然后你一到下基地这个主题周的时候，你就突然变成班长，你就突然变成射击室的什么射击所的什么单位。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隔天醒来之后，我就变射击室了。然后你就开始指挥，叫你射你就射，叫你射你要射，你就要马上会射。接下来2个礼拜内，我要训练你成最会射的男人。然后我就这2个礼拜就是被疯狂的训练，做各种的，就是射击相关的指挥啊。然后因为你要控制大部队嘛，你要跟他们讲，就是我们要攻击哪个单位，我们的火力要用什么的火力去攻击。然后他就是真的会让你觉得，真的尽量不要发生战争好了。真的有那种感觉。对，就是真的，因为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形容，你不要觉得那个阿兵哥或国军怎么多废多怎么样，你不要这么想哦。我给你3天不洗澡，你会痛苦到就是开始整天都在户外哦。你可能不是在冷气房3天不洗澡，对，整天在那边爬来爬去。你可能3天不洗澡，你就会上网干掉。那时候还没网路，不让你用任何的手机，然后你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在那边等了2个小时之后，突然接到下个命令要移防回去，就是你就会听着，就是像那个健保讲的，你就是服从任何所有命令，然后用最快的速度、最有效率的方式去做任何的动作。下基地真的是最精实的，很开心。但我刚好没体验到，刚好错过。但我基地前面会有先1个月的类似预演啊，但是在你们驻地里面，但也是每天跑那些东西，大概体验到一半而已。真的哇，完全没办法参与讨论4个月。但我下完基地之后，因为这我可能这一集可能来不及分享。我下基地的时候，因为我在下基地的时候干了一个很屌的事情，然后所以我就一路放荣誉假，然后我放到，而且我不能被排哨，就是那个时候大家集合的时候就是排夜哨，然后就开始有人说，为什么我都不用排夜哨？然后我们的那个时候我们应该算是上尉的长官吧，就说你不是说他对连上做了多少贡献吗？哇，这个周家一直在分享，因为这个蛮强。但是我大概就是下完基地之后，我们就退伍了。然后只是因为我们最后是移防退伍，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很可惜没有玩到一个我们以前在那个外岛的外岛，因为我们最后下基地的时候，我们回到了澎湖岛上了。我们外岛的小岛上面，在退伍的时候有一个很特别的仪式。那个时候就要测验你的，你跟学弟们的关系处理的好不好，或者是你当时的人缘好不好。那个岛上有大概有6000多头羊吧，羊，大概6000，可能现在几万头，有可能几万，因为数不完。野放的吗？野放的，就是你会看到电影上那个羊斜站在那个悬崖一边、峭壁边，就是那个羊，好酷哦。然后那个羊的羊角爆干大，就是那个羊的羊角大概像台啤玻璃瓶的那种，帅哦，就是很大。然后你被它后脚踢到，我们以前有学长被它踢到，他去玩那个羊嘛。就被踢到，然后肋骨断掉，就是很凶的羊。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学长叫阿勇那个时候就说，所有在这个岛上退伍的男人，一定要在一个羊的头上喷上一个记号。所以那时候他们就会拿那个
喷漆，然后就把那个羊角喷成蓝色的，或者喷成绿色的，就然后大家就会围捕要抓那个羊。酷哦！就你知道当兵的男人都无聊了吧，就会干这种事情。我觉得你们的很好玩呢，很好玩的事情。对，然后之后大家就会围捕，就围那个羊，然后他就抓你。如果能够在退伍之前，在退伍的那个前几天，你能够抓到一只羊，然后上面喷上你的记号，那你就是真正从胡金岛退伍的男人，光荣的退伍。大家会站着就是敬你，然后列队送你离开这个部队，这样子，就很看。然后所以你在部队里面，你就会看到，有蓝色的羊角啊，那个是以前那个丁威喷的漆，那是以前阿刘的羊。对，然后但是最后就我们再回到下完部队退伍的时候。就没有这个东西。那羊你们应该都要叫那些羊学长。那个羊超凶，但是那个羊好像都是地方士绅的。然后他们说，你们如果抓得到的话，就拿去吃没关系。哦，这么大方。就是，但是我有看过一次杀那个羊，叫得很惨吗？我就劝大家不要看，你会不敢吃羊肉。哇，那你们4个月当的时候退伍有特别有感觉，还是4个月退伍的时候就大家就鸟兽散啊，就马上所以都没有。联络的也都没有，我完全没有联络的一个都没有真的我联络的只剩下部队里面跟我另外一个同梯的，就我们2个而已。我觉得我那时候太专注在取得荣誉假了。你没有折抵吗？没有，因为你大学你有军训，有，我那时候折满28天吧，我记得。他如果是高中18岁去当的。我大概3天吧，还是几天？你是只休1学期而已。对，就高中的军训课，高中的时候，高中军训课。对啊，所以就没什么特别联络，因为我是比较乖学生进去的，又年轻就去当的，所以别人放过荣誉假，可能到退伍只有2-3次，我大概放了快10次吧。你们为什么怎样可以拼荣誉假？就是你的单兵战斗训练，假设给你一张纸，然后有可能几百个字，那你明天要。默写这样出来，好无聊哦！你为什么背这些东西？要默写，不是也要吗？要默背啊！要默写什么？每天晚上都要考要考什么？内容是什么？你要一直考到你能够一字不漏，连标点符号都对没错。写完你这晚上你就不用集合，你就有自由时间。你是文组当兵的，为什么要这样？知道他就是要背，要这样背啊。所以内容是什么？拔草测风向，将枪你要练的东西，火力掩护那样子。但是默写我们是默背。对，我就是那种会不睡觉，然后就是背它。哇，你也太精实了吧！隔天早上就第一个去，像这种啊，然后他还有那个，我之前去左营的时候有那个马拉松大赛，我也有去参加。那时候就是那个是我人生我觉得很赞的一个体验，因为我在左营跑全马吗？半马21公里，然后就是整个左营的人要下去跑，第一次看到战舰，像这种，反正就是我会有很多荣誉假，所以我最后跟大家没有那么好，因为你都在背当兵作战训练，你都在那边背，我在卷大家，我会卷死大家。你看你们背，对，反复观察，看你们单兵注意，抬头观察，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这个以前都是背超多的，你看。但是你们考的时候没有要求你们背吗？检测一定要背吧？好像我们那个原住民班长，他好像比较在意，他只在刺枪术，他的重点就只有在刺枪术。我觉得很有趣，可能他那个班长他自己也觉得这个很多口诀就没有必要。对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们那时候是连长就很要求，那时候连长就他们2个有时候会很冲突，就是可能他们2个其中有一个人是被新调过来，可能是连长吧。然后2就是跟他讲说，你又要叫他们背什么神？那时候我记得曾经有一幕，我有看过，就是他就说背这有什么用？他就有点原住民腔嘛，他说我要的是他们上去能够杀敌，对，我觉得，然后我们很尊敬那个原住民班长，因为他就是那种几乎每次打那个打靶，他就是永远 always 能够满靶的，他就是那种他要求你很精实，跟他自己真的都做得到，对，都很精实的那一种。然后跟你跑3000的时候，他就叼着烟，然后这样自己跟你跑3000，说快啊，然后跑，然后自己跑完了之后，他自己还可以多跑好几圈。这种班长去操你就不会觉得有什么怨言，但是如果是那种自己很混的班长来操你，你就会觉得说你自己都在那边鬼混。然后当时我们同梯的朋友们就有说，退伍的时候如果真的发生战争，我也要找他，因为生存率会比较高一点，就是跟着他走在同一线，你应该会比较容易活着。那所以你就拼完荣誉假之后，你就开开心心就退了？没有，那个时候因为太多荣誉假，所以有发生过一次事情，就是我跟那个中队长其实没有那么好。然后他就有说荣誉假出列，因为放那个18嘛，不是动8，就差很多。然后出列完之后，他就会说，我就71号，他说71号留下，其他人回去，就他放假而已。我那时候就在同梯里面就很难熬了，
真的但为什么他会这么针对你？他就觉得我放很多次，骄傲是不是？就是会有这种，就是你现在这个造型，好像很难想象你以前那个头剃掉的那个样子。头剃掉的样子，我这里有一张。你要戴是不是？完全不一样哇，这好看，这可以放会员频道吗？完全不一样，这不是你吧？这个我在路上，我在路上看到你，我会想打你，完全对不对？没有那么夸张，会想打他一顿那种，推他一下，欺负一下也没差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完全认不出来，100%认不出来。你知道男生被剃了头之后，就很像是那个狮子被拔掉全部的鬃毛，对，就是你瞬间智商会归零。然后剃完头之后你就这样。然后我就是太会当兵了，而且我体能其实蛮好的。对，在那个时候，因为以前你参加那时候我们就看得出来，你们运动会的时候，就我那体能蛮好的，然后背东西又比大多数同梯的都还要快。而且他到时候他退伍的时候，他是看着那些还要1年的人退伍的，所以我最后退伍的时候，我还有被那个少将颁发奖状的程度哦。你是因为因为上台被颁奖，那个少将是文组的，是不是？我不知道我跟观众分析一下，就是通常在当兵里面有分为几个官阶，然后大家会听到的报告班长的那个班长就是从什么士官嘛，下士、中士、上士。你如果在往上当的时候，你就变成尉，就一杠，然后就是少尉、中尉、上尉，就3条变3条，然后3条之后呢，你才会变成一颗梅花，就人家说一颗炮，一个炮炮那个就是已经是到少校。基本上是营长左右，对，少校这种也可以当营长，然后一颗炮大概就可以把你全部的连电到飞起来，就是可以把你搞到那个连里面横着走的，对，就可以搞到500人到1000人。那你如果到3颗炮的时候，基本上你已经是一个 PR99了，在营区里面就是横着走，没有人敢动你，没有任何人敢动你的，甚至你在这个营区或别的营区发生事情，全台湾的国军可能都会就是帮你出来揍那个人，就有3颗炮的时候，他刚刚讲的少将是1颗星星的星星，1颗星星就是3颗梅花再上去，那是星星。我当兵从来没看过星星的，真的，我有看过2颗星的，然后那个营区最高就是3颗炮。上次那个谁台志远，他有跟我大概有聊了一下，他说到他这个年纪，他以前一起当的人大概都是星星的，所以台哥如果继续当兵的话，现在是星星，现在也是要几个星星的这样子。那个学校教官好像都是1、2颗炮对，所以其实看到在部队看到1、2颗炮、2、3颗炮都会吓得要死，然后就会回想说，哇，我以前当兵的时候在那边跟教官在那边拉勒，就他是3颗炮的，哇！以前我们当高中的时候，或者是那个国中的时候，你都不知道那个炮教官有到底多大，那个教官去营区里面是全部横着走，大家都是这样子。对，就是全部人为了他就要演一出戏这样子。你是不是你有手机什么要给大家看？没有啊，我刚刚只是在看我那个是不是少将而已，确实是少将。海军少将这张状啊，班长那时候就有跟我们讲说可以去拼这个，然后他说这个有点像是你拿到之后你就不会被叫招。有这种都市传说，还是你是会用命去换，然后把它换出来？哇，那你至今真的没有叫招海军陆战队常备兵，动动四梯次2兵黄宝亮，荣鹰司令刘大成绩优异，特此颁发荣誉奖状，致以奖励。真的海军少将，真的海军少将好，那个时候他颁给我之后，我真的就在想说，因为我有问过我同梯的，他们大概平均都被叫了3次。我也被叫了3次。虽然我真蛮奇怪，我被叫招，但我都是点招，一天哦，1天我去过我才1个礼拜1天，我在里面1个礼拜，不知道为什么我都只有1天，很奇怪。那纠结你的退伍嘞？我们退伍就蛮简单，基本上就是要退伍了，就请连上请鸡排，然后请个饮料，然后你剩下的东西发一发。基本上差不多，还有传承那个折棉被的纸板，传承给下一位装备，对，传承一下，对。哇，那我们的真的很没仪式感哎，我们真的就是离开就离开了，就大家就真的出大门就啥也没有。那时候拿到那个退伍令，真的是感动到快哭就是哇，我终于熬过来了这样。我退伍的时候，我们连上的弟兄还有帮我办欢送会。我那时候要退伍的时候，已经到澎湖的本岛了，所以那个时候旁边已经有一些观光的地方了。所以然后后面又加上我放很多荣誉假，所以我每天是带着草帽出门的，就是到海边，然后带草帽，然后拿着钓竿，然后那时候我会去打鱼嘛，就是我会去海边打鱼，然后回来连上烤这样子，因为我已经是到好确哦，我已经顶天的程度。
度。然后那时候离开的时候，那个同梯还有帮我办那个欢送会。如果我们当时的欢送会用在现在的这个社会氛围的话，应该是会上新闻，超级政治不正确的，超级政治不正确。但是完全就是大家对你的就是友好，就是大家会觉得以后就是社会上见这样子。因为当时我们真的免除了学长学弟制嘛，而且当时我们那个下部队的时候，就是干了几件很屌的事情，然后让我们就是可以在退伍的时候非常开心的，就是到底是中了什么大功劳啊？真的是荣退，光荣退伍，光荣退伍，对对对。好了，那以上这一集就是感谢今天2位 YouTuber， 就是我非常喜欢神拜跟就是好YouTuber 同梯吗？我们算同梯吗？你是我们 YouTube 2019年开始同梯的啊，你是2019，我们是2019开始，我算 YouTube 同梯的。你们一梯退3步哦。你现在你是哪一梯的？我是2013年的。哇，大学长哎，大学长，是啊。好，感谢这些学长跟同梯来参与我们的这个男人聊当兵可以聊一辈子系列。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或者是喜欢这2位的朋友的话，你都可以去订阅他们的频道。那我们有很多内容也会放在我们的频道会员里面，省下一杯当兵饮料费来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支持我们。那这集就这样子啦，感谢大家，感谢啾啾鞋，感谢健宝，谢谢，谢谢，谢谢。还有，你觉得还有谁当兵是很强的？有当兵的啊，我以为你要问这种很辣的，你觉得哪个 YouTuber 没当兵？你说啊，你说啊，志祺，我其实原本真的以为他是没当兵，我也觉得对啊，他就一定有方法可以不当兵的吧？他一定有方法，就是屌，就是屌的，谁没当兵？谁有当？就是你觉得谁有当？我没想到的。哔，这不行吗？不行吗？我们现在要讲要有谁有当兵吗？都可以，你想讲什么就讲，没有人管得了你啊。没有，我只是在想说 YouTube， 我在猜谁没当兵而已。这个干你这里不能讲，你或是女生还是有谁女生有当兵？对，女生都有谁想女生有当兵，那牛逼啊！对，我身边有几个是在我们公司工作的，是有女生，她以前是志愿役但是女生的 YouTuber 有当兵的，我就真的哇，那真的是应该是0吧？如果有的话，好，如果观众你知道的话，请麻烦告诉我们。